冷落你了是吧？对，他的确是冷落我了。啊，所以你要分手是吧？是的。哦，是，冷落人家。我也不是不关心他了。哦，那由于现在工作太忙嘛，啊，有时候就没有心情去哄他了。我没心情哄他了。对。哦，你们俩谈恋爱多久啊？我们认识3年多了。3年多了啊，都是离异的是吧？不是。不是。他是离异的。您呢？我是没结婚。哦，您还没结婚呢。哦。以前他对我可好了。啊。我们出去一块儿逛商场的时候啊，我穿的衣服有点少。然后出商场门的时候呢，刮起了大风。当时呢，他呢就主动把他自己的衣服脱下来以后呢，披在我的身上。还买了一杯热饮给我，使我特别的感动。我就觉得这个男人真的是非常的体贴人。那时候我就觉得他是我的真正的爱情。我就觉得想和他在一起了。但是呢，就是前不久我那个生病了，发烧，班也没法上，在家休息嘛。非常渴望身边有个人呢，能够就是给我些关怀和体贴。然后他呢，出差1个星期，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真不知道以前他那份体贴都去哪里了。真出差了？对呀，这出差之前我也是跟他说过的。只是不在他身边嘛，也不知道他在家什么情况。后来知道他生病以后吧，也确实给他打电话问候了。这是自己在外地吧，也没法照顾他。等于你是先出的差，他后生的病。对。那这个有点强人所难，人家不知道你要生病啊。但他回来以后，他也没说是怎么着，回来以后看了看，然后接着就走了。也没说是给我买点什么水果啊或者药什么的。为啥不买呢？我当时工作太忙，陪客户嘛，有时候就是回来太匆忙，就给他忘了买药了。忘了买。再说他的病也已经好了吧。除了这个之外，他还有什么冷落你的？他现在变得不如以前那么大方了。以前他时常给我点什么小惊喜啊，给我买点什么小礼物什么的。可是现在呢，就是我买点东西，他就嫌我多花钱。实际上呢，我买东西也不是单独就是光为我自己买。因为咱现在不是天气转凉了嘛，前不久给他买了几件那个加厚的衣服，就是我也是为了他身体考虑，但是他就是不领我情。你们俩现在钱都火在一起了？不是啊，我就说我那时候就说，才开始的时候的确他是过节什么的。其实就去年的衣服就是一样的，可以保暖可以穿嘛。没必要就是。你们俩现在钱是放在一起花的吗？那个钱呢是我花的我自己的。但是他还说你。对，他说我。交往3年了是吧？对，3年多了。他跟你提过结婚吗？他就是因为他是离异的嘛。他可能是心理上有前一段婚姻的阴影。但是我是非常渴望走入这个婚姻。也就是说，他到现在为止没跟你提过要娶你是吗？是的，他没提这回事儿。咋不提呢？不想娶是吗？因为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嘛，对此就比较谨慎一点嘛。女生那个资料上面还比男生大3岁呢哈。对，我比他大点儿。除了你刚才说到的，他不如以前大方，对你不关心，他还有什么变化？他呀，以前的时候吧，他经常给我就是发个微信什么的，就是嘘寒问暖的，在干嘛呢？吃饭没有啊？反正就是问候一些话语。现在呢，反倒连一句暖心的话都没有了。就是更何况他有时间来哄哄我、陪陪我了，就是对我就冷落了。就现在就是。现在工作太忙了，确实没时间去哄他。这个是发生在最近的事儿是吧？对。就最近工作突然变忙吗？一直都很忙嘛，就是反正。那你以前哪有时间哄人家，现在就没了呢？大概女生纠结的是这个吧？因为2个人在一起时间也挺长了嘛，就感觉有一句诗说的好嘛，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就是。又岂在朝朝。那人家想跟你结婚，你为啥不娶呢？就是我就想着，就是自己现在努力工作，为了打下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嘛。为了打下更好的物质基础，你介意这些吗？我倒不介意这些，我认为2个人主要在一块过得开心，就像以前他那样对我还是这么好的话，我觉得这样就足够了。那你跟他提过说你要娶我吗？
曾经也说过这个问题啊，但是他呢就一直就这样含含糊糊的啊，没说是这么痛快。那你介意这事儿吗？我现在也在考虑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呢就是年龄也不小了嘛，肯定也希望能够走入这个婚姻的殿堂。他只要是能回到以前那个他，就是我刚认识的时候，他这样对我这么好的话，转变他现在的态度，我可以同意的。哦，那你们这次是为什么来呢？今天，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相处这么久了吧，我也放不下这份感情啊，就想我们两个能继续走下去，能够挽回他嘛。哦，你是要挽回他的？对。哦，挽回去干嘛呢？接着谈恋爱还是要结婚？自己再稍微就是物质基础雄厚一点嘛，以后肯定就同意。你介意他没钱吗？他好像一直在反是他的时候，他也没钱，他只是做的那些事情使我感到就是非常的感动，就是说觉得他这个人吧是那种比较实在、比较老实的，而且就是能够就是体贴关心人这一块儿，就是说他做的一些事情让我感动了。现在这些行为慢慢的转变了，就是说现在对我就是态度上有些冷落，然后就是没有以前这么关心体贴我了。你离异多久认识的这位女士？离异8年了嘛。离异8年，然后才认识的她啊。对。然后你们俩谈了3年了。真想分还是说说吓唬吓唬他？说实话吧，如果他还能转变态度的话，我是不想和他分的。也就是说你是吓唬他的，是吧？也不能说吓唬，因为他这种态度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如果和他走到一起的话，以后我就想象不到他能变成什么样子。也就是说，你希望未来只要在一起，就应该还像过去那样甜甜蜜蜜。他对你特别特别的关心，而不应该是冷落的，是吗？是的。曲总啊，说说吧，怎么办呢？我觉得呢，针对有过婚姻经历的人呢，甭管男女，他在选择进入下一段恋情，甚至于婚姻的时候，一定会非常谨慎，这点是认同的。但是谨慎不代表着就可以冷落，或者说，如果你真是觉得有什么样问题，你就要提出来。你这种冷落，其实我相信在过往的经历里面，你是尝到这样的苦头的，受过类似的伤害的，否则不可能去分开。但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你对这个女人还真是有爱的话，那现在同样的伤害是在你付诸于在这个女人身上，这是第一。第二，我不知道你所说的物质基础真是那么重要吗？到底是你觉得重要，还是女生觉得重要？这重要性你们有过沟通吗？这种重要性到了说我们不能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吗？因为毕竟你们已经在3年了，你的经历是比人家丰富的。说白了，3年你应该能悟出点东西。到底这个女人适合不适合你再次步入婚姻，还是说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你现在还是踌躇下不了决定？你一定要明确地向女生说出来，因为女生对于婚姻的期望是很高的。但其实落在你这儿，他并没有在物质方面做过高的要求，相反是在精神层面，他只需要你给到当时你给他的那种呵护、那种在意、那种感受。但是我能体会女生的心里其实是不安全感的。人家也和你共过了3年，没有觉得你过去的婚史会对你们的感情有什么影响，但你的顾虑到底在哪儿？一定要明确地说出来，好吗？我感觉两个人真正的相爱吧，也不在于有多么雄厚的物质什么的。但是现在因为都强调这个物质吧，有的结婚什么3金什么的。但是人家女生也没问你要啊，人家问你要了吗？要过吗？我没给他要。对呀，女生其实要的很简单，要的就是你对她那份感情，如初的感情。现在没有，而这个要是要不来的，得是你心甘情愿的给。你现在有没有这个信心说我会给，并且给一辈子？我会的。你会给，你要做出行动来，说是不行的，好吗？会。所以其实在面对有过一定经历的这样的男性的时候，女生你其实也要扪心自认，其实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很简单，我不要你的物质条件，那咱们就可以很美好的在一起，不一定。
因为他在这方面他受过伤害的，他有一些顾虑，可能是你没有看到，但他感受到了。所以不断要问自己，我出了什么状况了吗？我的变化是什么呢？多问自己，然后再跟他坦诚的去沟通。我相信有问题，如果你们有真爱的话，也一样能够解决。我真的觉得你们两个人很般配。为什么这么说啊？女士42岁了，没有经历过婚姻。那我从今天她的打扮、她的造型可以看出，其实她对生活是有热情的，是爱浪漫的，是向往憧憬那种甜蜜日子的人，而且这种憧憬比同龄人更多。而先生因为经历过婚姻，我不知道你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过往啊，但其实今天看起来你是更加的显得有一些木，显得有一些平。正如你所说的，生活嘛，就是平淡多一点，对吧？我可能做不到像最初那样的热情，因为日子是一天天在过。为什么说你们合适？是因为像先生这样的状态，其实如果你是继续这样消沉下去，生活亮色会少了很多，不是你这个年龄应该拥有的状态。那女士呢？也许你对浪漫那种追求是我们所向往的，但是也不完全是你这个年龄所应该拥有的状态。所以呀，你们合适就在于都到了这个40岁左右的年龄，那特别爱浪漫、特别爱温馨的这样一个人，有这样一个沉稳的、愿意过踏踏实实平淡日子的男人拽着你，让你有接地气儿的生活，不要就是幻想的太多。而这样一个生活又过于平淡，可能张口闭口就说我得挣钱过日子，这样的一个男人呢，生活中多了这位女士给你的浪漫，对你的小要求啊，你要关心我、体贴我啊，你得给我买热乎饭啊，你得给我发微信，天冷了加衣服，他推着你，你的生活会多一点多姿多彩的感觉。所以两个人组合在一起，我觉得刚刚好，能让我们在可能各自稍微有一点偏离轨道的这个状态回到正轨上。我们既有踏踏实实接地气儿过日子的心态，又有我们夫妻之间都很向往的浪漫和美好，互相匀一匀就是最好的状态。唯一需要提示的是，先生女士推你的时候你得动。当他一推你，你可能首先反应到的是，哎呀，生活不就是这样吗？简简单单的。但你第二个你要回味我们今天所说的，他推我，我得动，因为生活本来就该这样，是我没有做好。而女士，你要提醒自己的是，当先生比如说拽着你太浪漫的步伐，说，哎呦，今天我累了，我就不陪你看电影了。你等等他，你学会沉下心来等等他，那有时候真的会累，明天再看电影一样是浪漫的。所以你们都互相等等对方的脚步，你们其实挺适合在一起的。谢谢。既然在一起已经3年了，我不理解为什么男方没有向女方提出过任何一次有要继续下去走进婚姻的这样一个想法。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女士又做得非常的好，她没有逼婚，那你没跟我提，我也没有再问。两个人典型的，男方是现实主义的，女方是浪漫主义的。在爱情或者说感情当中是容不得偷懒的。您一开始是用100%的热情去迎合他的浪漫，那他可能一开始对你寄予的期望也好，对你的未来的憧憬和你们未来的生活的憧憬也好，他是在100分的这个状态。可是其实你跟他在一起，这100分是你努着劲儿的奔的那100分。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感情就是越来越平淡，越来越平淡。如果你一开始只是到了50分，你到25分的时候他可以接受，可是当你在100分的时候掉到了25分，甚至负数的时候，他就接受不了了。所以当你感情出现疲惫的时候，你要想想在一起初衷是什么，是为了什么。如果你要是继续偷懒，继续用懈怠的方式去面对你们的感情的话，那我相信你肯定挽回不了他，因为他在这个年纪，他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哪个是他的爱，哪个是他想要的生活，他会坚决的头也不回的就离开您。
然后我想对大姐说的是，怎么说呢？我们对于爱情和对于感情的幻想，每个女人都有。我们希望对方是怎么样关心我们的。可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就像调手机模式的那样一个开关，我们要有的时候调一下。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是每天用100%的热情和这个爱护您的心去跟您一直这样的去对您的话，您会不会觉得不真实啊？对吧？有的时候可能关心到了，爱护到了；有的时候关心没到，爱护没到。可是如果您觉得这个人是让您踏实的，就可以了。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日子越过越平淡，但是我们爱生活的那颗心不能丧失，是吧？是。好，祝2位幸福，谢谢。大姐为什么这么晚没结婚啊？在这之前也有过朋友，但是也没有真正走入这个婚姻，因为我的以前的那个男友，他工作原因嘛，他出国了。啊。觉得自己这个年龄是有选择呢，还是没有选择？我觉得我很相信缘分，遇到那份缘分的话，我就不会放手了。我认为人在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有选择。即便不是 A 和 B。至少也可以是结或者是不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如果没有选择而要去进入一段婚姻的话，其实带来的只是痛苦。结过婚的人才知道，婚姻其实过下来是日子，但没有结过婚的人永远是充满所有的想象。问这个男人说婚姻是什么？这个男人说婚姻过的就是日子。这个女人多少是有些不甘心的，因为不公平。你所有的浪漫和所有的第一次所做的事情都给了你以前的妻子，但是对于这个女人你却没有那样的全情投入，所以这个女人会觉得不公平。你一直在舞台上所呈现出来的就是呈现这3个字，就是我相信这份缘分，愿意抓牢它，但是为什么得来的是如此的不公平？我作为一个女人想要享受到的一些些许的浪漫，为什么你不能给我？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男人没有全情投入，或者已经进入一种倦怠期。其实我认为人的婚姻，无论是第1次、第2次还是第3次，只要你是激情饱满的认为这是你真正的幸福，你都会全情投入。而你只把这一次婚姻可能当成了一个人生当中的例行公事，而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富有爱情的婚姻。在我看来，你的投入度远远不够。如果你们俩之间有这么大的差异化，你对婚姻的憧憬和他对于婚姻的想法如此不一样的话，其实还是应该多慎重考虑。既然都42了，也不妨碍再等这么几年。多考虑一下。感觉到危机了吗你？感觉到了。你的女朋友是现代一部分女性的一个缩影。就是我有能力选择我想要的生活，所以即使我到一个世人认为我该结婚的一个年龄，我没结婚，我觉得也没什么，对吧？对。就是我要想嫁，可能在35岁之前我已经把自己嫁了。对。只是我不想让我的日子过得非我所想要的那样。是这样。因此他给了一个选择题的答案是说，如果碰到了缘分，我愿意抓住这个缘分，对吧？对。你恰恰把它看成了缘分。结果人今天来是说我这缘分不行了，所以人家提出的是分手，对不对？有危机了，对吧？所以你要仔细考虑考虑，怎么办呢？人家要的你能不能给？不能给你真的别纠缠。这就是现在的独立女性的一种独立特质。我要我想要的日子，而不是世人非要强加于我的日子。这只有在一个社会高度的这个文明的时候，才会出现女性这样的一个声音。涂老师也给你做了分析了，怎么把自己的这个火再重新燃起来，还能不能把这个爱的火燃起来，是你们俩这段爱可不可以重新扬帆起航的一个关键哈。你先说吧。我听到这各位老师对我的指点以后，我感觉到自己确实做的也不够。我以后就要把事业吧和这个爱情方面就是权衡一下，对他多关心一点，能够再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些承诺是不是真的，
然后看看他以后的表现，我再考虑考虑吧。嘿嘿，再考虑考虑，这倒是个正确的态度。就是今天来，实际上面是听老师们给你们做分析嘛，情感的分析、社会问题一系列的分析之后，回家再考虑。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认真负责的态度，而不是说我简简单单的我说要跟你接着好，要怎么样。记住哦，他看重你的不是你的财富，不是你的事业，他其实看重你的就是你对他的好和那份爱，能不能给你自己考虑。来吧，沙老师送一下礼物吧，啊，来，沙老师。好。我把它送给男士，是因为我想让你用你觉得最浪漫的方式送给女士。哎呦，这个麻烦了啊！是个难题是吗？对他来说肯定是哦。您想想。求婚。求婚？这倒是挺浪漫的啊。考虑好了吗？你要考虑好，要慎重哦。如果考虑好的话，不是一个仪式和形态啊。考虑好了。考虑好了，那交给您吧。和弦，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你看我干什么？因为我现在还没考虑成熟，所以我不能在这儿就答应他。哦，说得好。但是礼盒你收了是吧？礼盒可以收下。好了，谢谢两位，请回吧，回吧啊。这